國產雙英咖搭又發布了一款3授權的1:8超旗艦套裝奧迪 RS6，60厘米的成品長度，模型級的外觀還原，再加上還有豐富的功能聯動，絕對可以算得上是國產科技組積木的新天花板了。首先，授權方面，這款套裝是拿到了奧迪、馬牌輪胎以及設計師 T 的3方授權。設計師 T 也就是此前設計百年牛和拉法的那位作者。在功能方面，前置 V8 發動機聯動、風扇聯動、4驅設計以及8檔序列式變速箱，全新設計的換擋機構，帶轉向旋鈕的轉向與方向盤聯動，4輪獨立懸架，以及懸架升降，前後6門開合。另外，前蓋是採用了彈簧吸附式設計，甚至連前排座椅都加入了前後可調功能。所以通過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這款奧迪 RS6 的內部原理以及具體表現。先看包裝，彩盒採用了天地蓋設計，右上角是奧迪官方授權標，右下角則是設計師的簽名。彩盒背面除了側後方視角圖以外，下面還可以看到一些設計細節以及聯動結構。整個彩盒的重量超過了 7.1 公斤，在1:8超旗艦套装裡也算是超重量級的存在了。打開彩盒，裡面可以看到5個零件分盒，2本手冊放在彩盒底部，总厚度接近3厘米。總部數呢，一共是有1832部，按照4663片的总零件數，部均零件數大概是2.5片，屬於非常細緻的分布設計。開篇彩圖只有15頁，作為3授權套裝，感覺還是稍微少了一點。再看零件分包，那一共呢是有51個零件分包，8個大步驟，平均每個大步驟的零件數大概有580片。展示名牌和全新開模的輪毂都是採用了印刷件，其中名牌採用的是 UV 彩印工藝，哪怕用指甲去刮也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輪毂呢，並沒有採用此前出現在 AMG GT3 上面的防脫落輪毂。馬牌輪胎的標誌是直接做在了輪胎模具上，誠意度拉滿。好了，那麼看完了開箱，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內部設計。這裡可以看到，這輛 RS6 除了後懸架差速器以外，設計師還在中間這裡加入了中央差速器。這裡是變速箱的90度步進機構，採用了左右2個孔壁的平面部分，彈性抵持4齒齒輪的設計方案。進一步的，這裡可以看到左右2個換擋波箱的換擋邏輯呢，是由後懸架後面的左右各一組4齒齒輪進行控制。另外，動力從差速器出來以後，在左右2邊各有1枚萬向節。那對於這個體量的載具來說，在動力結構中使用傳統萬向節的風險呢，還是比較大的。包括在變速箱內部也可以看到這個萬向節。綜合來說，在可靠性方面可能會面臨比較大的挑戰。在完成變速箱模塊以後，在合體的過程中務必確認左右2組4齒齒輪的角度關係，對應的也就是手冊的 A163部。這裡是後懸架升降結構，設計師在左右各使用了一組24齒渦輪渦桿，手動動力從中間進入，然後通過左右各一組12:12的齒輪組向兩側渦桿方向傳輸。再看手動換擋機構的其中一部分，可以看到設計師在這裡使用了非常多的4齒齒輪。換擋動力在最終到達換擋波箱之前，每一路動力都會經過4組4:4的齒輪組。那雖然目前還是內構部分，但從這一步開始呢，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設計師的角度創建風格了。可以看到，這是一個位於車尾底部的角度創建，也就是一個在成品階段完全看不到的位置。設計師也是做了一個適當的傾斜角度。另外，這裡還可以看到車尾兩側的角度創建，確實是非常的細緻。這裡來測試後懸架升降，測試下來聯動正常。同時，幾乎所有的懸架運動都會作用在左右各2枚避震零件上，懸架支撐性沒有問題。接下來是手動換擋機構，也是全車設計最精彩的結構之一。可以看到左右各一組連桿，連桿的末端使用了1枚41669牙齒零件，這枚零件的剖面為三角形，同時使用橡膠零件進行固定。當連桿下壓，41669的底部平面部分則驅動4齒齒輪轉動，從而完成換擋動作。而當連桿向上回位，41669的頂部銳角接觸4齒齒輪的弧面部分，那由於是彈性固定，所以41669會向邊上讓位，從而不會驅動4齒齒輪轉回來，也因此完成換擋的操作。同時，這裡經過我們的不斷測試，
可以看到這套裝置的可靠性表現呢也是非常的不錯，確實是非常精彩的設計。這裡是車尾兩側上方的角度創建。來看前懸架，手動動力從車頂方向下來以後，通過一枚12齒齒輪直接帶動一枚轉向齒條。不過這裡只是轉向連桿結構的其中一部分，稍後我們再看完整結構。這裡是手動轉向結構的剩餘部分，設計師在左右兩側各使用了一組槓桿，然後才會帶動轉向拉桿。在這方面呢，和一般車子的轉向結構通常是使用齒條直接帶動拉桿的設計是完全不同的。懸架升降結構也是非常複雜，手動動力從車頂下來以後，經過一組20:12向下，然後在內部經過一組20:12，一組12:20，一組12:12，再向下，再經過一組20:12，一組24:20，然後向上，最終到達懸架邊上這裡的24齒渦輪渦桿。雖然聯動結構非常複雜，但測試下來沒有問題。另外，測試中發現，當懸架升到最高或者最低的時候，轉向結構在運動過程中會和周圍結構發生干涉，因此導致轉向不能徹底。再看行駛動力，首先前懸架中間也設置了一枚差速器，不過和後懸架的版本並不一樣。另外，在通往後懸架的動力傳輸路徑中，設計師也是加入了2枚萬向節。這裡是方向盤聯動結構，測試下來沒有問題。前懸架完成以後，基本就進入外觀搭建階段了。車頭下擾流板角度創建，其中兩側面板做了2個維度的角度創建。前蓋除了兩側面板的傾斜角度，甚至連最前沿的這一排科技面板也是做了一個略微向下的傾斜角度，從而讓整體弧度和後面的銜接更加的自然。在內部甚至還可以看到弧形骨骼零件作為支撐骨架的設計，它的作用一方面是為兩側面板提供支撐，另一方面也是為外面的2條十字軟軸提供一個恰到好處的支撐點。兩側側裙，設計師通過一排磚塊零件以及一排科技面板搭建出了飽滿的側裙外觀細節。車門的搭建也很細緻，在側面這裡可以看到車門面板的傾斜角度，包括後門也是採用了類似的搭建方法。整個頂蓋也是一個大模塊，其中靠後的這塊面板其實是屬於尾箱蓋的部分。因為在成品階段需要上翻，可以看到設計師在內部這裡呢是做了一個相應的連桿機構。好了，那麼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輛 RS6 採用了非常清晰的大模塊設計，其中車頭模塊合體後，我們可以看到車頭內部的風扇呢是採用了皮筋和發動機進行聯動。不過，在後續變速箱以及行駛聯動的家電機暴力測試過程中，內部的萬向節出現了崩開的情況，所以就沒有辦法繼續進行測試了。另外，由於方向盤和前面的聯動結構是採用短棍進行連接，所以方向盤只能被動地接受來自車輪的動力，而並不能通過轉動方向盤來帶動車輪旋轉。好了，那麼最終經過大概20多個小時的搭建，這輛奧迪瓦罐車 RS6 就完成了。最終拼好的成品長60厘米，重3.45公斤。在外觀方面，就像大家看到的，整體搭建呢確實是非常的飽滿，幾乎看不到什麼鏤空的破面，並且相對於原型車，不管是整體輪廓曲線還是局部細節，可以說都是做到了最大化的還原。在前面的拼搭評測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外觀角度創建手法，而體現到成品階段的最終效果，這種所有角度都準確，所有輪廓都飽滿，所有細節都還原的最終效果，才是真正的堪稱炸裂。尤其是这種汽車類積木在外觀搭建方面，難度最大的車頭兩側和車尾兩側這種弧面過渡的細節位置，設計師的處理可以說是極度的細緻。包括整個車尾下沿，設計師一共是用了5段角度來對車尾輪廓進行搭建，從中也可以看出設計師在外觀搭建方面的極致用心。設計師也並不局限於科技面板的使用，在車頭前臉包括兩側都可以看到設計師使用了一些磚塊類零件對格栅細節進行還原，以及還有兩側的車燈、後面的尾燈則都是使用科技面板先搭建出車燈的外周輪廓，再通過恰到好處的透明磚塊堆疊對車燈細節進行準確還原。打開前蓋，我們還可以看到內部的發動機以及管線等更多細節，包括駕駛室內部的中控台、儀表盤、駕駛座，設計師呢也都是做到了非常細緻的搭建。
那麼在接下來的功能測試之前，大家也可以在這裡先給這輛車子的外觀搭建做一個打分哦。來到功能測試，首先是左右車門的開合以及後備箱蓋的開合，都是直接打開就可以了。測試下來呢都沒有問題。包括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車門鉸鏈是做了一個可動設計，從而避免車門開合的過程中和周圍的其他零件發生干涉。然後是前蓋開合，測試下來沒有問題，並且和前面的5門開合不一樣的是，設計師在這裡呢通過內部的2根避震和連桿裝置，為前蓋做出了一個穩定的支撐效果，同時也為前蓋的關閉提供了一個非常舒適的吸附手感。再看前排座椅前後調節，像這樣直接撥動就可以了。前後行程也是非常長，大概有好幾個單位。接下來是前後懸架，測試下來支撐性沒有問題，前後懸架的回彈手感和回彈行程都非常的清晰，並且也可以看到，基本上大部分的懸架運動呢都是被避震零件所吸收。再看悬架升降，具體是通過在車頭操作孔位置插入旋钮來進行操作，可以看到測試下來呢也是沒有問題。包括在各個懸架高度下，懸架的回彈也都表現正常。然後是轉向和方向盤聯動，可以看到和過程中的評測情況一樣，方向盤可以被動聯動前輪，但是無法通過主動旋轉方向盤來改變前輪角度。那轉向旋鈕聯動測試下來呢，也是同樣沒有問題。不過在轉向過程中，車輪會和邊上的零件發生一點輕微的干涉。另外，在懸架升到比較高的位置的時候，和過程中的評測情況一樣，轉向角度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最後是手動換擋，通過撥動車尾位置這裡的換擋桿來操作，測試下來功能聯動正常，並且手感也非常的清晰。不過因為前面提到的在拼搭過程暴力測試中，車底的萬向節出現了崩裂的情況，所以变速箱和發動機聯動的相關功能呢，我們這裡就沒法給大家測試了。同時，這個功能也是全車拼搭調試難度最大、可靠性挑戰最高的一個功能。好了，那麼最後來看一下牢固度。首先，不管是從車頭、車尾，還是從兩側，像這樣把車子給抱起來，都是完全没有問題的。雖然車重達到了3.45公斤，但過程中完全不會有變形的感覺，可以說車身骨架確實是非常的結實。那作為這種角度創建特別複雜的車子，在拼搭的過程中，我們還是會比較擔心最終的成品外觀面板會不會比較容易發生脫落的問題。不過最終成品測試下來，可以看到絕大部分的外觀面板都是比較牢固的。設計師也做到了對絕大部分科技面板的多點固定，整體測試下來，基本上只有局部使用磚塊類零件的地方，如果碰到的話，還是會比較容易脫落的。當然裝回去也並不困難，所以也不算什麼問題。搬運和把玩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啦，那麼到這裡，這輛咔達第一款1:8大比例瓦罐車奧迪 RS6 的整體測試呢就全部做完了。那最後講一下拼搭體驗，整體感覺這款套裝仍然還是雙鷹咔達此前的一貫風格，相對於之前的一些1:8套装並沒有明顯的变化，在產品定位上也是一款追求模型級還原的套裝。也因此，比如說黑色零件的佔比非常高，加上每個大步驟差不多有500-600片零件，所以拼搭過程中的找件呢是會稍微困難一點的。另外個別步驟也會稍微有點不太好拼，整體上呢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情況。好啦，那麼本期評測也就到這裡啦，咱們下期見，拜拜。